此时的叶晨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林婉儿送他的戒指，他到现在没弄明白到底有什么用处，但他一直将这戒指贴身戴着，生怕这东西有什么闪失或者被自己遗失。叶晨之所以这么看重这东西，不是这玩意有多珍贵，而是自己在他身上投入了太多灵气。要是将灵气折算成劳动力，差不多等于自己给这玩意打了3年苦工，然后还被他拖欠了工资1分没给，所以他自然不能让这东西脱离了自己的掌控。隔着裤兜确认戒指还在，叶晨稍稍松了口气，但心里又忍不住想起那个名叫林婉儿的女孩子。他是在想不明白，这枚戒指和那个女孩，这两者究竟有什么特殊，竟然能让破清会的英主如此重视。叶晨不禁有些后悔当初在北欧没有仔细找林婉儿问个清楚，当时自己已经用灵气给她做了心理暗示，应该先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然后给她来个刨根问底。现在林婉儿已然不知去了何处，眼下再想解开这个疑问，简直难如登天。冯子栋并不知道破清会上上下下绞尽脑汁想要得到的戒指，眼下正在叶晨牛仔裤的口袋里。在他眼里，叶晨是故人之子，而且父母双亡，自然也多了几分照顾的心态，于是便开口对叶晨说道：叶晨，我收到消息，最近破清会有很大的动作，你与破清会有过摩擦，破清会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你找出来，所以一定要低调低调再低调。叶晨好奇地问冯叔叔，破清会近期有什么大动作？冯子栋道：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父亲告诉我，破清会4大伯爵已经陆续出山，这在破清会是史无前例的。4大伯爵是英主麾下实力最强的存在，而且实力早已远超武者，可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若是谁被他们盯上，恐怕凶多吉少。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叶晨皱眉低声重复了一句，心中暗忖这4大伯爵想必应该与我一样精通灵气，若是他们只盯上我，我尚且有自信与之一战，但若是盯上我身边的人，恐怕我就分身乏术了。于是叶晨问他，冯叔叔，破清会这4名伯爵出来是为了找那个女孩和那枚戒指吗？冯子栋道：应该是吧，我父亲知道的也不多，他的级别跟这些人还差得太远。叶晨点了点头，开口道：还请冯叔叔不要跟您父亲提及我的事情，以免走漏风声。冯子栋不假思索地说道：你尽管放心，你的事情我会绝对保密，只是你这段时间自己多加小心。丑！叶晨拱了拱手，谢谢冯叔叔。冯子栋微微笑道：你父亲是我的老大哥，你不必跟我客气，以后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尽管跟我联系。说着，他掏出一张名片递到了叶晨手中。叶晨双手将名片收下，开口道：多谢冯叔叔。冯子栋笑着摆摆手，随后看了看时间，说道：叶晨，时间不早了，我还得赶紧赶回燕京，今天咱们爷俩就先聊到这里，以后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叶晨微微鞠了一躬，开口道：谢谢冯叔叔，如果我这边有什么情况，也会第一时间跟冯叔叔您互通有无。冯子栋点点头，认真道：有时间来燕京，一定跟我联系。丑！与冯子栋交谈结束，叶晨让停在山下酒店的直升机重新飞至别墅院中降落，目送冯子栋乘机离开。待直升机消失在山的另一侧后，才叹了口气，与苏若离一起转身回了别墅内。叶晨一言不发地回到地下室，苏若离也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一直到回了地下室，他才开口问叶晨：叶先生，刚才冯舅舅说破清会派出什么4大伯爵，他们很厉害吗？叶晨摇了摇头，如实地说道：我并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什么实力，但是既然虎贲营都已经是暗境高手，那这4个破清会英主的心腹实力一定比暗境高手要强出很多。
苏若离表情惊骇地说道，暗境高手就已经是非常罕见的顶级高手了，比暗境高手还要强出很多，那岂不是化境或者是宗师境了吗？难道真有这2个境界的武者吗？叶晨严肃地说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4个人的实力有可能比所谓的宗师境武者还要强。叶晨猜测，这所谓的4大伯爵一定是与自己一样有灵气傍身的高手，拥有灵气的人实力比武者自然要强出太多，而且说不定实力甚至会在自己之上。更重要的是，叶晨现在也搞不清楚这4大伯爵出世的真实用意，他们可能是为了寻找林婉儿以及林婉儿送给自己的那枚戒指，也可能是为了寻找在美国和北欧2次破坏他们好事的自己，甚至也可能是2者兼有。想到这里，叶晨心中不禁有些担忧，若是破清会其中1名伯爵找上他，那他还有把握与自信能够应对，但如果2名伯爵一同出现在他面前，他自己也怕没有胜算。而且自己坐镇金陵，若真有不长眼的找上门来，自己倒是有把握应对，但如果有某个破清会的伯爵找到万龙殿，或者是找到塞浦路斯的死士基地，无论是万破军还是他的师尊邱志远，都不可能有任何胜算，说不定他们俩会被对方直接斩首。而且叶晨很清楚地知道一点，当初抓林婉儿的那批骁骑卫就是从塞浦路斯那个死士基地派出去的。如果破清会真想找出自己的线索，无非就是2个方向，一个是从林婉儿遇袭开始往后查，一个是沿着林婉儿遇袭的线索往前查。往后查自然是查林婉儿去了哪里，自己去了哪里；往前查自然是查这批骁骑卫从哪里来，一路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如果他们只往后查，叶晨丝毫不怕，因为他早已经在海伦娜的帮助下掩盖掉了所有与自己有关的线索，他们不可能找到自己。可一旦他们开始往前查，那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一定就是塞浦路斯的死士基地。而如果他们只是派出像段立业那样的特使，叶晨也不担心他们会察觉到什么异常。可是一旦4大伯爵中的某一人去了塞浦路斯，那他可能一下子就会发现整个塞浦路斯基地的所有人都已经被解除了毒素，继而立刻发现问题。所以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保住塞浦路斯那些骁骑卫和死士的命，一旦他们暴露，那他们必死无疑，就连万龙殿也护不了他们周全。一念至此，叶晨便立刻开始思忖应对之策。他觉得掌握灵气虽然实力会有质的提升，但是也没到无坚不摧、金刚不坏的地步，所以这4大伯爵也并非真的无人能敌。而且叶晨坚信，在杀伤力这个层面上，再强大的高手也敌不过现代热武器。武道高手能挡住普通子弹，但绝对挡不住炮弹，而常规的导弹或者火箭弹能在数百甚至上千米的杀伤范围内目空一切，管你是暗境高手还是精通灵气的强者，一发过来保准化为灰烬。所以只要方法得当，普通人未必就不能与之一战。于是他掏出手机打给远在叙利亚的万破军。电话接通，万破军恭敬道：叶先生，您有何指示？叶晨问他，破军能不能搞到最好的生命侦测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军事级别的生命探测雷达、红外以及热成像设备。万破军道：叶先生，红外探测设备以及热成像设备，万龙殿的特种士兵都是人人标配的。至于生命侦测系统，这个相对比较笼统，我不太明白您的大概需求。叶晨解释道：我也不太懂军事，但是我想要你帮我实现一种功能。万破军立刻说道：叶先生您说，属下先记一下。叶晨开口道：首先我需要有一种设备能够覆盖你们万龙殿的整个基地，或者是覆盖我们在塞浦路斯拿下来的那座铜矿。这个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侦测整个覆盖范围内的活体，
也就是说，我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原理，无论是红外也好，热成像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探测逻辑也好，我需要的是一旦有陌生人进入到他的政策范围内，他都能够立刻响应，并且将对方的位置实时标记出来。万破军道回叶先生，目前有没有这样完整的解决方案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想办法去打听一下。叶晨嗯了一声，又道我的第二个要求是，你必须想办法给我弄到几台近防炮，并且把这些近防炮跟我刚才说的那套系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一旦发现陌生人潜入，就给我用近防炮死死锁定住他，一旦他有问题，就追着他往死里打，要像近防炮防御导弹那样，1秒钟打出上百发炮弹，实现全方位的火力覆盖。万破军惊呼道：叶先生，属下斗胆提醒您一下，近防炮它可不是机关枪啊，它是机关炮，而且是射速极高的机关炮。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威力大了几十上百倍的超大号加特林机枪，那都是军舰上用来打导弹，或者陆地上用来打战斗机的大杀器。如果拿这东西来打人，一炮就把人炸碎了，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叶晨认真道：不，我这个人有火力不足恐惧症，所以一定要在火力上留出充足的富裕，就算近防炮一发炮弹就能把人炸碎，你也要给我一口气打出几百上千发炮弹去。你记住一点，但凡我们的目标在被这套系统招呼完之后，还能有一块碎片的重量超过50克，那就是你万破军的失职。叶晨曾在纽约见证过武道高手是如何被现代化武器屠戮的。别看这些高手实力很强，但真当子弹如雨点一般密集射来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了几秒钟。所以，如果把防御武器换成近防炮，就算是实力比自己还强的人，到时候也必死无疑。而且，叶晨自己也很清楚，如果需要他去暗杀某位武道高手，他也可以隐匿气息，不被任何武道高手察觉，但是那也仅限于瞒过武道高手的感官。如果直接不讲武德，用高科技设备做警戒，自己也无法瞒过科技。就像热成像系统，只要是散发热量的事物，不管是人还是物品，都无法逃避它的侦测。若是躲在足够厚的掩体内，尚且有机会不被发现，可一旦想要主动潜入，就根本不可能把掩体裹在身上，届时哪怕是掌握灵气的高手，也一定会被发现。所以叶晨打算让万破军在叙利亚和塞浦路斯各准备一套这样的大杀器，万一真有某位不长眼的伯爵找过去，就能把他炸成灰烬。万破军不知道叶晨要对付什么人，但他听叶晨如此说，便知道一定暗藏大敌，于是连忙问他：叶先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叶晨也没瞒着他，开口道：我通过特殊渠道听说了一个消息，破青会最顶尖的4名高手现在已经全部出山，他们说不定每一个人的实力都不比我差，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找上我们，但是提前做好准备总是没有错的。万破军想了想，回答道：叶先生，搞到近防炮倒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属下虽然买不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近防炮，但是前苏联曾经有不少 AK630 30毫米近防炮流入到国际军火市场，虽然价格极高，但以万隆店目前的资金储备，买几套回来轻轻松松把它们装在叙利亚的基地问题也不大，只是塞浦路斯会非常麻烦，毕竟它是一个主权国家，一旦我们在塞浦路斯用了这种装备，恐怕塞浦路斯官方就会立刻介入，到时候恐怕会有些麻烦。叶晨开口道：这个你不用考虑，因为这套防御系统就是我们最后的防线，一旦真有顶级高手杀到，不反击的话，铜矿里所有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谁都逃不掉。所以一旦对方找过去，我们一定得在第一时间先将对方的高手射杀，然后把塞浦路斯的铜矿炸掉，所有人连夜撤往叙利亚。如此一来，不但能让破青会损失1员大将，
还能断掉所有线索，让他们无从下手。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